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经过前几期呢讲关于中文学习的事儿，我突然发现成天讲中文学习的方法也挺累的。讲中文学习的东西更适合去做短视频大家可以通过1分钟就知道我想表达什么东西。而对于播客这种形式，我觉得聊一些话题，日常的话题和中国人相关的一些话题更有意思所以从这一期开始，咱们聊一些有意思的和中国以及中国人相关的话题今天聊聊狗。这个话题为什么有意思呢？其实是这样的，很多人就对中国有一个想法，觉得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吃狗肉这个东西吧，我说实话肯定是一个刻板印象。但是现在咱们可以聊一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到底喜欢狗还是讨厌狗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么一个答案但是呢，在中国社会，我觉得就是通过这种社交媒体比如说个微博呀、抖音等等确实大家好像对狗的恐惧，我觉得是与日俱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常常有这种野狗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野狗，或者有些主人他没有给狗拴绳子，或者有些主人本来就是恶霸，他们纵容狗去咬人，特别是咬小朋友或者咬孕妇年轻女人。而且这种东西一旦出现了一个视频，它的这个传播几乎是病毒式的传播非常快，全国人民很快就知道了。对，而且这种东西带来的焦虑感会特别特别大。这种传播焦虑的这种内容其实是媒体最为喜欢的。这个我们其实知道，就是传播焦虑的、抑郁的、让心里不舒服的东西，其实流量是最高的。但是呢，这其实确实会给大家散播一种非常不好的这种心理，就是所有的狗都是不好的，所有的狗都是会咬人。而且我们知道，狗咬了人之后，它会出现狂犬病，狂犬病的致死率非常高，所以这一点应该是最让人害怕的地方。比如说被什么东西咬了，其实就咬了，有去医院去稍微处理一下也没什么，对不对？当然也不是所有被狗咬了的人都死了，但是只要有1-2个被死了的人，你在人心里造成的感觉就觉得这就划上等号了，被狗咬就等于马上嘎掉，就是死了。对，所以我相信在中国肯定有非常非常多的爱狗人士。我想起来前几年在广西那边有一个城市叫玉林，它有一个节叫做狗肉节，就是吃狗肉嘛，就是大家会把很多狗拿去杀狗吃狗，对不对？这对于爱狗人士而言肯定是特别特别不舒服的，对不对？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专门在高速公路上把这个运狗这个车给拦下来，解救那些狗。他们的行为有错吗？我当然觉得没有错，他们出于爱心，因为他们本身就很爱狗，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那些吃狗的人也一定有错吗？我觉得也未必，他们只是习惯了而已。对他们而言，狗是食物；对另外一些人而言，狗是宠物。而且现在其实宠物不仅仅只是宠物，它已经上升到一种提供情绪价值、提供陪伴这么一种功能，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电影很有名，叫《忠犬八公》这个电影最早的时候是日本拍的，我没有看过日本的，我看过美国版的。但说实话，我看完之后不是特别的有感觉，因为我没有养过狗。去年的时候又出了一个中国版的进行了本地化的处理而且把这个故事放在了重庆，我上学的那个城市，所以对我而言突然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亲切的感觉。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说话呀，那个地方吃饭呀，那种整个氛围还有江边那个城市这个台阶等等，对我而言太熟悉了。所以突然之间我就带入进去了，我突然之间就理解了人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那条狗。所以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你没有给一个人一个机会或者一个环境。比如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从小养一只狗养到大，我肯定会特别特别爱狗。但是我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小时候在村里头，其实村里狗是很多的，但是它不是野狗，估计也是家里养的狗，但是那个狗是到处穿来穿去。那个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不关门的，对不对？正门打开，然后吃东西吃完之后，比如说骨头啊，或者一些都什么壳啊，什么都直接往地上一扔啊，然后狗过来就那咬，刚刚刚刚吃骨头，对，所以好像狗已经变成了整个村子里头一部分，它变成了一个居民一样的感觉，大家也说不上喜欢它，也说不上讨厌它，甚至只是觉得它就是生活里很平常的一部分。但是后面慢慢的就发现我的周边有人开始养狗，比如说我的朋友，他养一条狗，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很爱它。对，我的有一个表弟，他养了好多条狗。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养猫，爱养狗，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因为狗和猫，我觉得能提供足够多的情绪价值，但同时不会很闹心。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大家其实生活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已经很累了，每天都很焦虑，而且工作又很内卷，惶惶不可终日。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时候我再花时间精力去维系一段感情，然后再花时间精力去经营一个家庭，或者花时间精力去养育一个孩子，想想都特别特别可怕。这个时候假如只是宠物的话，是不是会变得相对很简单，只要给他提供吃的喝的，对吧？保证他的健康。当然说实话，现在养宠物也挺难的，会很精细啊，甚至吃的东西比人有时候都贵啊，对吧？3天2头的，你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但对于很大一部分年轻人而言，这些东西是可以承受的，而且它不涉及争吵吧？你也没听说过哪个人和狗在那吵来吵去，哗哗哗哗哗哗，对吧？不可能，对不对？所以现在咱们再回到就是最开始的问题啊，中国人到底是喜欢狗呢，还是讨厌狗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说得清楚。喜欢的人有，讨厌的人也有，害怕的人也有，畏惧的人也有，宠上天的人也有。很多人把狗当作孩子来养也有，当作兄弟姐妹来养也有。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尊重彼此的选择，不要通过自己的思维模式去框别人的思维模式。你没有经历过别人的这个生活状态，你不在人家这个生活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你其实没有这个权利去说别人，去批判别人。我最近其实在看关于史前的这些书啊，就发现其实在1万多年前的时候，中国人已经驯化了狗。那个时候一开始养狗，它不是说狗真的是就是人最好忠诚的朋友，对吧？很温顺等等啊。狗它其实一开始就是狼嘛，对不对？一开始人养狗其实也是为了吃它，对。而且在中国的史记，就是中国最有名的一部史书啊，在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写的，在里头我就看过2个描述，就说当时就有一种职业就是屠狗，就专门杀狗的，卖狗肉的。所以你假如穿越到那个时代，你可以去指责他们吗？你为什么要吃狗呢？你不知道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吗？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一样，所处的社会阶层不一样，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所拥有的知识结构不一样，其实所有想法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处在一个一个的圈子里，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互联网就是把大家更紧密的连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是什么？就是圈子。所以微信推出来的东西叫什么？朋友圈。现在我们微信加了好友还可以设群聊，对不对？这个群聊大部分群聊就是志趣相投的人在里头，所以我们说的是一样的语言，我们是能理解彼此的。但是其实你要知道，除了你这个圈子之外，外面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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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圈子，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认知。我们很多时候圈地自萌就行了，对，我们和圈子里的人好好的交往，我们讲我们圈子里的人能理解的话也就行了，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中文教学，对不对？我在说这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个中文母语者突然来了，就说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啊？说什么玩意儿？对，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很多人说，你说的还可以啊。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我做这些视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中文学习者。你们观看我视频的人都在我圈定的这个圈子里头，对，所以我给你们提供的就是这个圈子里大家比较喜欢的东西。我也不说指望在圈子外面的人也会认同我，也会觉得我做得很好，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对不对？其实说实话，我对狗没有特别大的感情，也没有特别大的喜好或者厌恶啊。我老婆和孩子是怕狗的，因为看了太多的负面新闻，但对我而言不存在这些东西，我只是没有机会和没有环境去养狗而已。但是可能等我老了之后，或者不要等老了，可能是我孩子再大一些的时候，我选择可能会家里养一个宠物，应该是猫吧。我觉得猫比较高冷一些，就坐在那块儿，可能我会更喜欢吧。但是这也不涉及对任何动物的喜好，只是我个人的喜好而已，不是说哪个类型的宠物更值得喜欢。这个主体是我，不是他们。对了，差点忘了啊，我做一个广告啊，就是我现在开始上1对1的中文私教课，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描述栏里的这个链接啊，订一节课试听看一看。